日本5500隐身护卫舰最上级7号舰已经建成，平均耗时仅仅180天。日本海自护卫舰建设速度不比中国慢多少。对于日本扩军备战的举动，我们需要保持警惕。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日本海自第7艘最上级护卫舰已经建成，快要下水了。从2019年年底首舰建造到现在的第7艘下水，前后用时只有2年多，平均180天建造一艘护卫舰。平心而论，这个建设周期不比我们慢多少。日本扩军备战的一系列举动，旨在为未来对抗中国做准备，我们需要提高警惕。日本扩军的重要一环就是为了发展海上力量，建造最上级护卫舰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日本海自与中国海军抗衡的能力。海上自卫队建造的新锐护卫舰，相较过往舰型，此新型护卫舰较小而精致，采用隐身设计，外观类似中国的055大驱，讲究多功能作战能力。日本海自原定订购22艘最上级，但是去年12月，日本政府发布的新的防卫力整备计划后，决定最上级护卫舰将从22艘缩减至12艘，缩减的10艘配额将用于建造更先进的新型护卫舰。最上级护卫舰也是一级大型的护卫舰，全长超过130米，满载排水量超过5500吨，吨位明显超过中国海军列中的05C 系列护卫舰。当然，从最上级的外观看，这艘舰艇采用了内轻舰体，舰体吸波材料聚合升微型排水型舰体设计，科技感非常强。这使最上级护卫舰拥有全球护卫舰中数1数2的隐身能力。最上还效仿中国055大驱，采用了综合一体化桅杆，可以装备日本神盾 OPY-2 有源相控阵雷达，能够引导海麻雀和标准2防空导弹。日舰的雷达系统仅次于中美的盾舰，不过最上的雷达要比05C 更强。05C 采用的是传统的搜索雷达，在武器方面更能显现最上级的特点。最上装备了一门驱逐舰通用的 MK45 127毫米主炮，中国同类型的护卫舰只有76毫米主炮。最上级专门装备了16单元的大口径垂发 MK41，后面还能够扩容至32单元垂发，可以搭载64发海麻雀防空导弹和16枚反潜导弹，未来甚至可以搭载标准2防空导弹。就这，日本海自还嫌防御力不够，又加装了一套海拉姆导弹防空系统，在反舰火力上装配了8发17式超音速反舰导弹，射程超过200千米。而中国海军的05C 护卫舰只有32个小口径垂发，只能打红旗 16A 和火箭助飞鱼雷，近程防空系统则由2座1130近防炮组成。所以说，通过最上级护卫舰的各项数据看，这款5500吨的大型护卫舰，放眼全世界而言，都是数1数2的先进战舰。在东亚，也把中国海军大量装备的05C 甩在了身后，这款舰艇的威胁不容小觑。不过，好在现在我国基本上已经不会再继续大量建造05C 护卫舰了，这款护卫舰难以满足中国海军的未来需求，所以建了5批次，共计40艘。后续建设的05C 都是中国海警的专属装备，今后负责和日本海上保安厅对线就行。而中国海军新一代的护卫舰054B 护卫舰的首舰建设基本上已经宣告完成。054B 护卫舰专门是为了中国建设远洋海军发展战略设计研发的，将取代05C 护卫舰，配合055大驱和为航母提供护航。054B 的长度可能会达到150米，排水量超过6000吨。这一吨位标准可以说是目前各国新型护卫舰设计的主要标准。美国海军将要建造的新座级也是6000吨的标准。可见，中美在下一代护卫舰的吨位上是有共识的。这一吨位的护卫舰能够让在舰艇在战斗力和远洋适航能力之间达成均衡。
而且更大吨位的舰体可以让我方对其进行全面的升级。相比054A，054B 可能将会采用双面旋转右舷相控阵雷达、全电动力推进系统、一体化桅杆是综合射频系统、新型垂发和五倍系统。054B 或将换装055、052D 同款大口径通用垂发，配合其有源相控阵雷达，能够搭载红旗9远程防空导弹、鹰击18反舰导弹，一坑4弹，其防空反舰打击能力将远超054A。因此，在先进护卫舰的竞争上，中国一直没有落后，紧追世界潮流。054B 的性能也将超越日本的最上级护卫舰。而且以中国的造船业和海军的需求看，054B 的产能和下水速度也将超越日本的舰艇建设速度。不过尽管如此，日本扩军的野心不容忽视。现在日本正在全面倒向美国，加强对华战略围堵，有备无患才是上上之策。